我和老公一同穿越回了古代，我们正惊慌失措地找回去的方法，却看见了湖中沐浴的美丽少女和岸上流光溢彩的雨衣。原来这里是牛郎织女的故事，而在岸边的牛郎蠢蠢欲动时，老公竟提前一步冲了出去，抱起了织女的雨衣。我目瞪口呆，劝他不要掺和进神话故事里，他却振振有词地反驳道：铮铮，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，强行和她结婚，这和拐卖有什么区别？我不过是看不下去，想拯救个可怜女孩罢了。再说了，你和一个神话人物吃什么醋？可他也并没有把雨衣还给织女，反而日复一日的温柔讨好起了对方，还声称我是他的表妹。在我终于忍不下去时，他却把我扯到了角落。阮流征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她可是仙女，之后也会带着我们成仙，不比回现代当牛马好。不过你就别想和织女比了，她毕竟是王母的孙女，我努力给你要个侍女的位置算了。看着她一副施舍我的样子，我不由得攥紧双拳，咽下了要说的话。她想留在这里成仙，那我自己回现代就是了。我听着董少臣的声音，内心只觉得一片冰冷。这些天，我虽然是看出了他对织女不一般的关注，但我始终不愿相信他会背叛我，直到他亲口打碎我的幻想。而董少臣仿佛没看见我的脸色般，还在滔滔不绝。你懂点事儿，别说破我们的关系，要不织女生气，没准又让隔壁的牛郎得手了。这可是成仙，我在现代时想都不敢想，秦始皇都没这般的好运。他的眼睛中爆发出不一样的光彩，我喃喃问道：成仙，你代替了牛郎，那我呢？我们不回现代了吗？闻言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，皱了下眉。现代那里什么好，我都能当神仙了，为什么还要回去当牛马？至于你铮铮，你该认清身份了。织女身份高贵，是王母的孙女，而你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罢了。我愿意在织女面前帮你美言几句，给你争取个侍女的位置，偶尔来陪你几天，多了你就不要想了。他俯视着我，仿佛能让我上天，伺候在织女身边是多大的恩赐一般。我咽下了原本想和他说的话，只冷冷地盯着他。董少臣被我盯得受不了，声厉色忍地警告我，别打什么歪主意，阮流征，这可是古代，没有任何法律约束，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我杀了你也不会有任何人发现。说完，他就转身去找织女。我颓然地松开紧握的双拳，摁住了贴身存放的那本书。我和董少臣是高中同学，他足足追了我6年，才让我爸妈松口。他家境并不好，爸妈怕我嫁过去吃亏，一直不肯同意。直到他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，成立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，还将公司全部股份尽数转入我的名下，这才获得我爸妈的认可。婚后3年，他将我视若珍宝，连生意场上的种种诱惑也没能让他有一丝波动。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铮铮，和他在一起，我不会看别的女人一眼，他就是我的命。每次参加宴会，别家夫人都会羡慕嫉妒地看着我，连爸妈都有些后悔当初阻碍我们那么久，直到我们毫无预兆地穿越。刚来到这个荒芜贫瘠的村子，董少臣还在强忍慌乱地安慰我，保证一定会带我全虚全伪地回到现代。可我们在想办法时，却看见了下凡来洗澡的织女。当时他的眼神就变了味儿，他借口可怜织女的经历，带走了织女的雨衣。董少臣毕竟出身现代，懂得保养，快30的年纪却长了一张20小伙的脸。他将当初追我的手段全用在了织女身上，那些柔情蜜意，轻易就让古代的女仙陷入了爱恋。我察觉不对，想要跟织女说出真相，却被他警告，当初的海誓山盟变成了现在的死亡威胁。原来他不是不会背叛我，只是当时的利益还不够大罢了。其实今天我只是想找他说，我发现了回现代的方法。当时我们穿越，带来了一本现代印刷的神话故事书，而今早那本书的扉页上出现了字：织女回天之日，时空开启之时。我本想劝他将织女还给牛郎，让故事重启，我们好回到现代。没想到他早就不想回去了，他只想在这里成仙。也好，免了回去后还要离婚的麻烦。他成他的仙，我回我的现代，大路朝天，我们各走一边。第2天，董少臣就宣布要和织女成亲。他看着织女的眼神带着爱意，小心翼翼地扶着织女走了出来，那份珍重的样子和从前对待我的无二。他的演技著实精湛，甚至让我都分不清，在现代时他对我的爱意是不是也是假的？是我太过梦浪，竟在婚前犯了错。如今织女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得给她个名分才是。我身无分文，婚事会有些简陋，望娘子不要在意。织女把脸害羞地藏进他的怀里，眼角眉梢都是止不住的春情。不在意，只要董郎心意在就够了。原来他们早早就有了首尾，这才认识多久，连孩子都搞了出来。董少臣真是生怕织女跑了。我看着他们的卿卿我我，竟无端地升起了一股恶心之感，努力忍了忍，最终还是干呕了出来。织女面色大变地看着我，一脸的渲然欲泣。她知道在古代未婚先孕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，哪怕她是神仙，也仍然有着这些观念。她以为我是在看不起她，可董少臣却不满起来，他怕我说出不该说的话，首先发了难。阮流征，我念在你是我唯一的亲人的份上，才养活你这个表妹，你现在竟然敢给我的娘子使脸子，你看看你这副尖酸刻薄的样子，实在是丑陋至极。他暴怒地挡在织女面前，气势汹汹地指责我。织女看他的表情越发柔软，董少臣想要爱一个人时，确实会让那人觉得自己被他放在了心尖上。我沈默地看了他半晌，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。我无心争辩，只想等织女生下孩子后能顺利回家。可我前脚刚回到房间，董少臣后脚就跟了进来。他关上房门，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阮流征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
他说着，用力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力道大的让我瞬间无法呼吸。在我窒息到濒死感上涌时，他才放了手，将我摔在了地上。我狼狈地趴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受了教训就老实点。他冷哼一声，目光看向了我脖子上的细链子，把你脖子上的挂坠给我，我去当掉，好和织女成亲。我立刻捂住脖子，咬着牙看向他，声音嘶哑地开口：董少臣，你明知道这是什么？是我姥姥给我的护身符，那是一位对我很好的老太太，总是笑眯眯的。因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她亲自去求了符来保佑我。她在我初中时就去了世，而这护身符我一直带在身上作为挂念。董少臣的皱起眉，面色不愉。人死都死了，留这个破东西有什么用？要不是看在它外壳是金的，我还不稀罕呢。现代求的符跟垃圾没区别，你赶紧拿出来，到时候我让织女再给你画一个符，比这个灵。我要的哪是符，分明是姥姥的心意。可董少臣不肯放过，他生拉硬拽开我的手，生生地将我的指甲掰断。见我的手血肉模糊还不肯松开，他又掐住了我的脖子。窒息感袭来时，我还是松开了手。我不愿意死在这里，我想回家。董少臣一把扯下我的挂坠，冲我冷笑：早这样识相点不就好了，省得还得遭罪，别做多余的事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他从我身上迈过，大跨步地离开了屋子。他和织女的婚事办得很热闹，一看就花了不少心思。织女一身嫁衣地靠在他的怀里，眼中波光粼粼。董郎，你真好，我最幸运的事就是碰见你。董少臣一脸宠溺，搂住织女，说什么傻话，我娶了仙女，该是我感恩戴德才对。我躺在房间里，木然地听着外面的喧嚣渐渐散尽。织女有了孩子，他们不能圆房。我以为董少臣会守在织女身边，可他竟夜袭了我。感觉到后背有人贴近时，我刚要大喊出声，就被人捂住了嘴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铮铮，是我。见我不挣扎了，董少臣放开手，我警惕地转身看他：你不是和织女刚成亲吗？不去陪她，找我干什么？铮铮，其实我心里爱的只有你，我娶织女只是为了成仙罢了。这不，洞房花烛夜我就来找你了，让你来和我洞房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董少臣他在说什么？爱我？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话。分明是织女有了身孕，不能和他圆房，他来找我发泄欲望。董少臣，你真恶心，你已经娶了织女了，别来招惹我。听我不留情面的话，董少臣的脸也黑下来。阮流征，你别给脸不要，我们早就结过婚了，睡一觉天经地义。我不愿意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现在动我就是强奸。董少臣冷笑一声，扑了上来，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好啊，你去告啊，这又不是现代，你去找县太爷吧。我拼命反抗起来，挣扎着问他：你不怕我闹起来惊动织女吗？你不是想成仙吗？当然不怕，织女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她只能嫁给我。到时候我说是你勾引我的，你猜他会相信谁？大不了就是一顶轿子把你抬进门当妾，小妾可算不上人。我发着抖想，他说的对，织女虽然是仙女，但仍秉持着古代人间那一套贞操观念，她可能生气，但绝不会离开董少臣，到时候出气筒只有我。想通这一点，我流着泪，不再挣扎，任由董少臣在我身上施为。折腾了半宿后，董少臣终于一脸厌足的起身了。他理了理衣服，垂眼看我：行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也享受得很，一副贞洁烈女的样子给谁看？今后小心点，别让织女看出来。再者，她怀孕了，你去照顾她。她走后，我踉跄着起了身，出去打了冷水，一遍一遍地擦洗着身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白天去照顾织女，晚上有时还要承受董少臣的欲望。我屈辱的几乎想要去死，只是回家的希望撑住了我。在织女的孩子生下来后，我几乎喜极而泣。激动之下，我在晚上吃饭时竟然连连干呕。算了算日期，发现这个月的生理期还没来之后，我脸色大变。盼望多年的孩子竟在最不该来的时候来了。董少臣太了解我了，他看见了我的脸色，立刻察觉出不对。我刚进屋就被他堵住了。铮铮，你不乖啊，身体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？我惊恐的连连后退，努力辩解：不是我只是有点感冒，停2天就好了。董少臣看着我轻笑出声：是吗？铮铮，我以为你是有孕了，不过你还是不太会撒谎啊。织女刚生下孩子，马上天兵就要来抓她了，我不能让你在这时候给她添堵。既然你说没怀孕，就把这碗藏红花喝了吧，它对女子身体有好处。我看着他放在桌子上的碗，冷汗直冒，倒不是想生下他的孩子，我只是信不过古代的流产技术，我担心一尸两命。见我死活不肯靠近，董少臣也失了耐心，他抄起桌子上的碗就要喂给我。我死死挣扎着，甚至冲他说了软话：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你就这么忍心打掉吗？就算不想要，我会自己去找大夫的，肯定不给你添麻烦，好不好？董少臣犹豫一瞬，最终还是摁住我，将药给我灌了进去。我躺在地上，下身渗出大量鲜血，疼得我神情恍惚。董少臣有些不忍，他蹲下和我说：铮铮，你忍忍，等成了仙，我把你带上去，每天都去陪你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们会有别的孩子的。屋子里的血腥气弥漫，董少臣捂住了鼻子，还是快步离开了。我独自在地上挣扎着，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缓缓离开。求生欲让我一直不肯闭眼，直到感觉血似乎止住了，我才撑着起身。孩子流了个干净，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如何了，只恍惚着出门要擦洗。走到门口时，我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董郎，我总觉得表妹对你有意思，你不会也？怎么会呢，娘子，我爱的只有你，她怎么配合你比？她也大了，该嫁人了。我看隔壁的牛郎就不错，老实得很，彩礼就用他家的黄牛换，正好给你补补身体。他3言2句就决定好了我的以后，我心中冷笑着他的虚伪，他估计早早就盯上了那头黄牛，也是没有那张牛皮，他又该如何追上织女呢？第二天，董少臣就去牛郎家问了他的意思。虽然对董少臣当初抢走织女雨衣有所不满，但牛郎也确实该娶媳妇了，所以他无视了老黄牛的不情愿，用他作为彩礼换来了我这个媳妇。董少臣还想来假惺惺的安慰我，他说让我忍忍，他一成仙就来带走我。我苍白着一张脸，像块木头一样不言不语，嫁给谁都无所谓，织女要回天上了，那我也该回家了。兴许是时间紧迫，这场婚事办得极快，我穿着嫁衣被送进了那台简陋的轿子里。刚刚被抬起，我就听到了有人的惊呼声，仙女，仙女飞天了。我掀开盖头看去，是天兵来带走织女了，他正和董少臣演生离死别。看着怀里微微散发光芒的书籍，我伸手摁在了上面，轻声说出了我盼望已久的话，我要回家，回到现代。一阵眩晕过后，我猛然睁开眼，看着面前的苍老了许多的爸妈，我试探性的出了声，嗓子竟然干哑的厉害。爸妈恍惚了下，不可置信的转头看向病床上的我，铮，惊醒了。医生，医生！妈妈猛地冲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她眼里都含上了泪。铮，吓死妈妈了！你和少臣2氧化碳中毒，一直都不醒。医生说你们要变成植物人了。还好你醒了，不然妈妈要怎么活啊？看着妈妈的眼泪，我心中疑惑，2氧化碳中毒不是失踪吗？我和董少臣明明也没有变成别人的样子。妈，我睡了多久？我忍着嗓子的疼痛追问道。1个半月，你睡了整整1个半月。爸爸也走了过来，他的头上多了不少白发。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为我操了不少心，我心生愧疚，却仍然迷茫。我明明在古代待了足有1年半，可现代却只过了1个半月，难道这真是我的一场梦？那些织女神话什么的都是我的梦境。我动了动，感觉到了身下有什么坚硬的东西硌到了我，掀开被子，我震惊地看着我身下出现的神话故事书，是那本带我回来的书。原来那场穿越并不是我在做梦，这怎么有书？哪个缺德东西放这里的？我非得投诉不可。妈妈看见了那本书，伸手想要拿走，我抬手制止了妈妈，定了定神。我跟他们说了我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听完董少臣的背叛和对我的伤害，爸妈的脸上出现了刻骨的恨意。妈妈心疼地抱住我，乖乖吃了不少苦吧？是爸妈不好，没能看清那个畜生的真面目，让我的宝贝受了罪。放心，他还在旁边的病房里躺着，他这么想成仙，那我们帮他，彻底绝了他回来的可能。我点点头，依赖地看着爸妈，想起什么，我情绪有些低落。姥姥送我的护身符也消失了，应该是被留在了那里。妈妈摸摸我的头，安慰我，姥姥应该很开心，她求来的护身符能保护你，她不会怪你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仍然躺在病房，每天都有医生来围观我这个醒来的医学奇迹。他们还试图去调整董少臣的治疗方案，可董少臣却始终没有要醒的意思，而医生太多，爸妈也不好对董少臣下手。直到董少臣爸妈的赶来，他们打破了这个平衡。一对穿着脏兮兮的夫妻被护工拦在了我的病房门口，正在大声嚷嚷，你什么意思？来看我们儿媳妇还不让吗？脏点怎么了？我们农村人不都是这样？你们敢瞧不起农村人？听着他们胡搅蛮缠的话，我皱起眉，怪不得结婚这么多年，董少臣也不肯让我见他爸妈，原来是怕丢人。行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怕护工为难，我开口让他们进来，我也想知道他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。一进了门，他们的眼珠就贼溜溜的上下打量着，最后不客气的问我，你们结婚这么久都没来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我们农村可没有这样的。看着他们还想摆公婆谱拿捏我，我不耐烦起来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如果你们就是来找茬的，我就叫保安把你们请走了。他们脸色一变，董母还想说什么，被董父拉了拉，儿媳妇儿啊，我们这不是手头有点紧吗？平常都是少臣发钱，这好久没见他打，才知道他出事了。不过既然你已经醒了，能不能？原来是上门打秋风的，我可没好心倒替董少臣那个畜生养他爸妈。刚想喊人来带走他们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我立刻改了口，钱？我们哪来的钱？董父一听立刻急了，尖声反驳我，怎么没有？我可知道我儿子开了公司，是不是你个败家娘们都给花了？公司？那个公司1个月就只赚50万，少臣现在天天住 IQ，1个月挣的钱都不够看病的。你们死心吧，少臣这病倾家荡产我也给他治好，就算烧一辈子的钱我也不在乎。我疾言厉色，做出了一副对董少臣情深似海的样子。我看到董父董母的眼珠转了转，知道他们上钩了。果不其然，当晚我就听到了好消息，乱七八糟的声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爸妈赶来时，脸上还挂着止不住的笑意。铮，天道好轮回啊！董少臣氧气管让他爸妈拔了。我扬起嘴角，好不容易调整好表情后，被爸妈扶着去了现场。那边乱哄哄的，董父董母已经让警察压在地上了，他们还在不甘的叫嚣，我拔我儿子氧气管怎么了？他都是我生的，我让他死就得死。
我忍着大笑的欲望，焦急地问医生，我老公怎么样？医生露出不忍的眼神，偏开了头。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但还得转头厉声指责董父董母。你们害死了我老公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老公公司在我名下，我绝不会给我的杀父仇人1分钱，我要你们牢底坐穿。看着不可置信的董父董母被带走，我和爸妈对视一眼，顿感轻松。没等过第二天，爸妈借口怕我伤心，当晚就把董少臣的身体送去了火葬场，我也配合的晕了过去。等第二天醒来，董少臣已经烧成了灰，连骨灰都被我愤怒的爸妈扔进了臭水沟里。我释然一笑，觉得如获新生。董少臣刚牵回黄牛，就看见了天上呼啦啦的出现一堆人，他心生狂喜，却不得不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，牵着牛往家跑。到家时，正好看见织女被天兵压住要带走。娘子，你们要对我娘子做什么？织女猛然挣扎几下，哭着回头。董郎，他们要带我回天上，我不要和你分开，我要做普通人，我不做仙女了。董少臣内心暗骂织女愚蠢，但面上仍是情深的模样。你们不要带走我娘子，放开她！天兵天将不听他们的话，只压着织女就要走。董少臣追了几步，冲织女大声喊，娘子，我一会儿会去救你的，等我。等织女不见身影，董少臣快步跑回家，拿起刀就要扒老黄牛的皮。这老黄牛有灵性，连连后退，拼命挣扎。董少臣一刀捅进了牛的脖子，冲他低声说，要怪就怪牛郎吧，谁叫他把你抵给我了呢？这成仙变成牵牛星，何该是我的机缘？他披上血淋淋的牛皮，立马感觉到身体轻盈地飘起来。想了想，他还是如故事一般，把2个孩子装进了背篓里，追着织女离开的方向飞了上去。这老黄牛皮却有神力，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关押织女的大队伍。织女看见董少臣，挣扎立马剧烈起来。天兵被他拖缓了速度，眼看董少臣就要追到时，一道银河划开了他们。王母赶来了，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织女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为了这个男人要死要活，他可在你怀孕的时候和他那个表妹没少成好事。织女愣了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董少臣，却在他温柔的目光中坚定下来。您一定是搞错了，董郎那么爱我，就算犯了错，也是那表妹勾引的，我早就知道他对董郎心思不纯。董少臣立刻接话，表示忠心。娘娘，我对织女是真心的，是那个女人给我下了药，我才会犯错，我以后一定会对织女一心一意。王母冷笑起来，她看着董少臣，是吗？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，我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。这颗星星上有土地，只要你能诚心耕种100年，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，我亲自证婚。董少臣眼睛亮了亮，他见有希望，立刻答应下来。不过是100年罢了，他都有无限的寿命了，这10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可他没想到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别说100年，1年的耕种都足以让人吃尽苦头。繁劳的工作让董少臣累得直不起腰，毕竟他只是永生，却仍没有逃过人该有的生老病。短短半年，他就苍老了许多，看起来足有40多，而体力劳动又让他添了不少病痛，更别提他还得照顾和织女的1双儿女。想到还要干99年，董少臣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他开始无比想念现代生活。他甚至想念起了当初在现代跟他恩爱无比的我。他抱怨着不近人情的王母，怨恨上了只知道哭不知道给他求情的织女。在这种重压下，他又悄悄披上了黄牛皮，想要下凡去找我。刚到凡间，他就立刻直奔牛郎家。牛郎家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简陋，丝毫不见女人生活的痕迹。他刚生出疑惑，就看见回家的牛郎。牛郎，我把我表妹嫁给你，他人呢？牛郎一听他提到我，立刻红了眼。我消失在喜轿里，而董少臣一家也上了天。他既没娶到媳妇，又弄没了耕地的黄牛，你才好意思说你是不是和你表妹串通起来骗我？我根本没娶到人，你们送来的喜轿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把黄牛赔给我。他说着就要上前开撕扯董少臣。董少臣哪里是对手，他耕种多时，身体早已有些垮掉，一时不备就被牛郎几拳打在脸上。当初黄牛说让我去拿仙女的衣服，那本该是我的妻子。见牛郎有些疯狂，董少臣立马催动起牛皮飞上天，才逃过一劫。不对，阮流征没上喜轿，明明我亲自送他上去的，他去哪儿了？董少臣忙回了自己家，可他仍没找到我的一丝痕迹。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难道我是回到现代了？越想越不安，董少臣不得不承认，他是有些后悔了。他想念现代的日子，但他想不通，我到底是如何回去的。不知怎么，这天我早早的就有些犯困，刚躺下就睡了过去。在梦中，我看见了那本我放起来的神话书，它的扉页上重新出现了一行字：有缘之人来相会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不等我发出疑问，书就消失了，而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人——董少臣。他看起来过得并不好，这成仙看来没他想的轻松啊。他足足像老了10来岁，现在认识谁都不会觉得我们是同龄人了。董少臣看到我，神情激动起来：铮铮，你回家了对不对？我知道错了，都怪织女，是她不老实勾引我，我心里其实只爱你啊，你原谅我吧，铮铮。看在之前我对你那么好，那么一心一意的份上，我不疑惑她是怎么知道我回现代的，毕竟我过得那么好，一看就知道古代养不出来。我只是恶心，明明我们已经撕破脸，她竟然还能装作没事人一样说爱我。
你真恶心，董少晨，你的爱就是强暴我，背叛我，伤害我，最后还把我卖了个好价钱。董少晨变了变脸色，但他仍然在努力辩解。不是的，铮铮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织女撺掇我的，我其实不愿意的。你带我回去吧，我们回到以前那样不好吗？我已经永生了，我会想办法分给你，我们一起在现代长生。我嗤笑一声，打破他的幻想。别做梦了，你回不去的，你身体都没了。知道你怎么死的吗？你爸妈拔的氧气管，为了让你早点死，好给他们分遗产。董少晨啊，你们家真是一脉相承的自私啊！你为了成仙放弃我，而你爸妈为了钱放弃你，你也不比我高贵多少啊！董少晨听得目瞪口呆，他看到了我脸上的嘲讽，终于明白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原谅他了。他咆哮着冲过来，想把我也拖下水。贱人，你个贱人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可不等他到我面前，这个梦就醒来了。董少晨猛地惊醒，他看着手中的牛皮，明白他只有一条路了。他重新上了天，麻木地耕作起来。在织女被允许来看的时候，他冲过去，一见希冀地看向织女。娘子，你帮我求求情，让我们早点团聚好不好？织女一脸为难，笑着安慰他。董郎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娘娘已经很开恩了，不过是区区100年罢了。在织女这种真正不会生老病死的仙女表情，这100年确实很快，眼见再无希望，而她还要忍受100年的折磨。董少晨终于忍不住发了疯，他拿起镰刀，用力地划向织女，一下子就让织女的仙气散溢出来。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不然我哪里用受这种苦？我在现代明明是大老板，是人上人，他还想对织女动手，被赶来的王母阻止了。王母对他杀意毕露，身边的星官却劝说王母，娘娘，他们已经和星宿融为一体，恐怕不能乱动。织女恐惧地睁大眼，躲在王母身后，眼泪吓得直流。娘娘，他好可怕，我不要和他在一起了，求求您。没了俊朗的容貌，董少晨也没办法轻易再哄好织女了。王母叹了口气，复杂地看向织女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你何必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现在星宿已成，你们注定分不开了。也罢，你只需要每年来这里走一趟就行了，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。至于你，王母转头冷冷地看向董少晨，你已经是牵牛星，我无法处死你，但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，你余生需在牵牛星上不停耕作，直到罪孽洗清为止，一辈子。董少晨瘫坐在地上，他此刻是真的后悔了，他的荣华富贵，他的香车宝马全没了，全没了，可已经晚了，容不得他选择了。他痛哭流涕，不停地喊我的名字，铮铮，我错了，你带我走吧，我再也不痴心妄想了，我是你的老公，我不会再背叛你了，我们一起回现代，我永远对你好。我在现代注定是听不见他的忏悔了，只莫名其妙打了个喷嚏，抓紧了烧书的步伐。本来打算留下他做纪念的，没想到竟又让我和董少晨见了一面，我怕哪天这本书又莫名把我弄穿越了，干脆烧了了事。见书彻底变成灰烬，我心中突然像和什么彻底断了链接一样。又是一年七夕节，街头巷尾都是情侣出游。我和新交往的小狼狗走在路上时，他突然给我指了指天上的星星，提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。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想听。我不喜欢这个故事，也讨厌牛郎。小狼狗会意，懂事地转移了话题。我瞥了一眼天上的星星，心中有些感叹，不知道这颗星星上是不是董少晨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到底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成为了永生的仙。而我也如愿地回到现代，享受我的大小姐日子，真好，我们都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。